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用3种很容易买到的半成品材料，连做带烤，只需30分钟就能做出一款特别好吃的芝士丹麦酥。在咖啡店，这种类似的甜品非常受欢迎，但是售价也有点小贵。那今天咱就用最简单、经济又实惠的方法来制作这款好吃的甜品，分享给大家。首先看一下需要哪3种半成品材料。第一种是黄桃罐头，这个可替代品非常的多，各种果酱、各种水果罐头都可以代替。第二种是马苏里拉芝士片，和做披萨的那种马苏里拉芝士碎是一种材料。第三种是法式酥皮，一般稍微大一点的超市可以买到，或者是网购一搜一大堆，再或者是用蛋挞皮也是一样的。第一步，把酥皮切好，这张酥皮是长宽20公分的，把它切成9小张。这种半成品的大张酥皮买的时候一般都是20公分，做9个会稍微小一点，做4个吧又太大，可以稍微擀一下，或者直接用蛋挞皮。第二步，把黄桃过滤出来。第三步来制作特别简单，零技术一看就会，大家比着视频里来制作就行了。对折以后呢，在离1厘米处呢，我们把它拉一刀，拉完以后我们把它折过来，这样呢，我们把它放入这个烤盘中。全部做完以后呢，剩余的呢，我们这个烤箱呢，当时烤不了，我们可以取一个这个保鲜膜，我们可以呢把它包好以后呢，放入这个冰箱的冷冻室呢，就和冻那个蛋挞一样，我们把它保存。当咱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再拿出来。接下来用叉子在处理好的酥皮中间扎上小孔，这样烤的时候中间不膨胀。然后刷上一层全蛋液，烤出来颜色好看。第4步，把马苏里拉芝士片切一下，每张酥皮中间放一点就行，这一片就可以做4个，和做披萨用的芝士碎是一样的材料。最后再放上一块黄桃就行了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替换成任何的果酱或者是水果，然后就可以放在烤箱里烘烤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0分钟左右。如果烤制的中途表层上色严重，可以用锡箔纸遮挡一下。到这里就做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想吃甜品的时候30分钟就能自己做一款。口味多变，颜值在线，招待客人或者是当下午茶点都非常的好。这种小甜品刚烤出来最好吃，制作还简单，吃多少做多少就行了。后面来分享一下怎样来自己制作酥皮。自己来制作酥皮的好处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动物黄油，因为大部分购买的酥皮都是植物黄油。还有就是自己来制作的酥皮可以放入酵母粉，可以像丹麦面包一样发酵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好吃，这是购买来的酥皮达不到的效果。视频里是把150克的动物黄油放在了一张油纸里包裹起来，擀成薄片，擀成大概长宽15公分左右，然后放在冰箱里备用。接下来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，依次加入30克的白砂糖、3克的酵母粉、10克的奶粉、160克左右的水，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面团成型以后，和面盆中不好用力，拿到案板上来揉。揉之前再包入20克的黄油，最后再加入1到2克的盐，然后揉个5-6分钟，把面团揉光滑就行了。如果有和面机会更方便一些。揉好之后放回到和面盆中，盖上盖子或者是包起来，松弛20到30分钟。
面团松弛好以后就不要再揉了，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直接用擀面杖擀开，擀到刚好能包入黄油片就行。面皮包入黄油片之后一定要捏紧实，不然一擀就漏了。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压一下，让包口更紧实，然后包孔冲上，直接来开酥。开酥的时候时不时的撒点干面粉，防止破酥。擀到目测有40乘20公分左右，就把面皮叠起来。就像视频里一样，叠一个3折，这样就算一次。我们需要开4次酥。剩余的3次和这个步骤都是一样的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或者是做的比较慢，面皮变软了，就放在冰箱里冷藏15分钟左右再继续。现在叠起来，第2次开酥就完成了。学会了开酥，基本上就能做出几十种不同的甜品。前几天分享的拿破仑蛋糕和这个基本上就一样。现在叠起来就是第3次完成了。如果到了这一步面皮变得特别软，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15分钟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或者是做的比较慢的朋友，做一次就得冷藏一次。开酥的时候记着撒一些干面粉，防止破酥。现在第4次已经完成了，只需要最后擀成一张大面皮就好了。擀到长45公分左右，宽25公分左右，这样就可以做出18张面皮来。自己做的酥皮可以加入面粉的1%的酵母粉，这样整形之后放在烤箱里醒发半个小时，就像做丹麦面包一样，做出来的甜品起酥会更好。如果是按照视频里的教程自己做的酥皮，可以在这一步之后放在烤箱里醒发半个小时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